先问一个问题，假设一张 0.04 米的普通纸张足够大，将其对折再对折，如此重复对折64次，大概会有多高？很多人想，一张纸才多厚呀？薄薄的一层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对折64次，撑死了也就几层楼那么高，10米、20米，这已经算是极限了。而事实是，如果你算一下的话，一张薄薄的纸对折64次，其高度166020696万公里，这个长度是什么概念？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才38.4万公里。这就是复利思维的力量。如果你还不能相信的话，再看一个问题，一片池塘出现了一小块浮萍，它每天增长1倍，预计10天就能长满整个池塘，请问多少天能长满一半水面？答案是第9天。也就是说，你第9天看的时候才覆盖池塘的一半，但只需1天时间就覆盖全部了。听起来魔幻，但事实如此。当你有5000万美金时，你只是个千万富翁，可是只要翻一翻，1天之内你就会变成亿万富翁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所谓复利思维，其本质就是做事情 A 会导致结果 B， 而结果 B 又会反过来加强 A， 不断循环。正如一张纸的对折，每一次都是把之前的结果翻倍。正如滚雪球，雪球沾上的雪越来越多，变得越来越大，而越来越大的雪球又能够沾上越来越多的雪，如此不断重复，雪球会大到不可想象。正如财富的积累，当你有了盈余资金，即使不多，只要能产生盈余，哪怕很低的盈余，例如回报率 5%， 不断重复，利滚利，长时间下来也会是一笔很大的资金。经济学家用一个公式表达复利效应，1+2N。2代表你正在做的事， N 代表时间。当2为正时，例如你每天坚持看半个小时书，也许1天2天，你和别人的差别无法显现出来，但30-40年之后，差异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再例如，你每天坚持跑步半小时，也许1天2天，你的身体并没有变得多么强壮。30-40年之后，和你同龄的人，有的人也许已经不在了，有的人疲弱不堪，但你还是能一餐吃3碗饭，一口气上6楼不用喘。只要2为正，即你在做正确的事，时间就会为你带来奇迹。2. 财富复利。在财富积累领域理解复利思维，最好的例子是巴菲特。大家都知道，巴菲特曾经是世界首富，即使是现在，依然是全球富豪榜前10位的人物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巴菲特一生中 99% 的财富都是他50岁之后获得的。也就是说，50岁之前，他也许就和我们一样，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，50之后进入财富爆炸期。关于财富积累，巴菲特在其2006年致股东信中举了一个例子，从1900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，道琼斯指数从 65.73 点涨到了 11,497.12 点，足足增长了176倍，是不是非常可观？那它的年复合增长是多少？答案是并不让人钦佩，才仅只是 5.3%。 这个增长率意味着你有1万块钱，每年才新增530块钱，不用巴菲特，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这个增长。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巴菲特，因为只有他能持续数十年的坚持。有什么财富秘诀吗？没有，就是很简单的复利思维的运用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重复的事情认真做，如此而已。3. 既然按照复利思维的效应，挣钱很容易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挣不到钱？这里有个很大的误解。很多人认为复利的核心在于回报率，但其实复利真正的核心在于时间。即使年 5% 的回报率，100年后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。问题是，有多少人能持续做到100年每年 5% 的回报率？不是能力上能否做到，而是没有这个耐心。要么觉得回报率太低，不屑去做，要么觉得回报率太低，摁不住蠢蠢欲动的疯狂举动。这就是富人和穷人最根本的区别。大多数人总想着一夜暴富，
用最短的时间追求最快速的财富积累，追求过高的回报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高回报率意味着高风险率，被骗、亏空、债台高垒，压死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人。真正的智者追求财富稳步增长，平衡好回报率和时间，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价值投资理论等等，说的就是这样。巴菲特的财富增长。巴菲特说，人生就像滚雪球，关键是要找到足够湿的雪和足够长的坡。90年代的股票，10年的房地产，17年的比特币和消费升级，这个时代不缺机遇，只要你用心有耐心，未必会成为首富，但实现普通人的资产增值保值还是不难的。一夜暴富总是很难的，但慢慢挣钱相对容易很多。只可惜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都喜欢做难的事情，而不做容易做的事情。希望你不要这样。4. 知识复利。复利思维可以用来思考人生，而不仅仅是财富积累。李笑来当了7年的新东方英语老师，坚持每天雷打不动看2个小时书。2016年12月份，他在得到上线了一个专栏，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。你知道这个专栏最后卖了多少份？105866份，营业额2000多万，不到5个月的时间。前几年电视剧《欢乐颂2》大火，安迪作为职业精英的形象深入人心。他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每天都要看2小时书，不管再晚，必须至少看2个小时。欢乐颂5个女主角里面，也就安迪有看书的镜头。日积月累几十年，同样的年龄，无论是在气质、认知格局和收入方面，安迪都比樊胜美高出太多。5. 也许你会觉得安迪是虚拟的，李笑来离自己太远。那来说说雷海为吧，一个外卖小哥，在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击败北大硕士，成为年度冠军。用常人的眼光，外卖小哥击败北大硕士，家政保姆成为火热作家，某种程度上算成功了吧？人们一定会认为他们背后付出的辛酸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真的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辛酸吗？记者问雷海为，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呀？哪有时间看诗词呢？雷海为答，不管工作和生活多么忙碌，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。送外卖其实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，这些时间用来背诗词是比较合适的。比如在商家等餐的时候，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，这些时间都可以拿来背诗。下午2点半到4点半这段时间，我回到住处换过电瓶，吃过午饭，有那么1个多钟头的时间。这个时间相对充足，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读几首诗词。你看，等餐、等红灯，回到住处换电瓶休息的时候，背个把小时诗词，辛苦吗？好像也没有到挑灯夜战的地步，心酸吗？和你等红灯、坐地铁看手机其实是一样的。正是这日积月累的1个小时阅读，一个外卖小哥击败了1名北大硕士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董卿说，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，都会在某一时刻给你回报。所谓知识复利，就是新知识不断成为下一次思考素材的积累，从而让知识能够不断以复利速度快速迭代。6. 健康复利。连续40年没有生病，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，做到这样难吗？我一开始以为难，如果让我做到连续1年不生病，可能还可以，但连续40年不生病，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，难，真的很难。后来我看到了张全通的故事，一个76岁的老人，和其他年逾古稀的老人不一样。张全通首先看起来就不像70多岁的，一身肌肉，
虽然不是浑身大块头，但皮肤没有松弛，身体赘肉很少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全通对记者说，我从30岁之后就从来没生过病，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。怎么做到的呢？每天坚持慢跑2公里，游泳半个小时，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。只要海水没有结冰，再冷我都不怕，别人穿着棉袄，我只穿一条泳裤，到海里就跳下去。从31岁开始，整整坚持了46年。这样的坚持带来的回报就是，他的身体素质和样貌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20岁。健康也是有复利的，你今天多锻炼20分钟，身体就能得到1分的锻炼，反过来就能促进你明天的工作和锻炼。其实要身体健康真的不难，1日3餐正常吃，别熬夜，作息规律，每天坚持慢跑和锻炼半小时，难吗？不难，有点心都能做到。一直坚持，身体就会给你回报。7. 人脉复利。人脉也是一个复利模型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。职场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情感银行。今天你损害了一个朋友的利益，即是从情感银行中取了钱。今天你和朋友合作共赢，即是往情感银行中存了钱。情感银行其实就是你的人脉资源，一个人情感银行中的存储越多，意味着人脉资源越丰富。但人脉复利讲的是，你是每天在往情感银行中存钱，还是每天在从情感银行中取钱。简单来说，一个天天需要麻烦同事的人和一个天天能给同事带来帮助的人，在公司同事群中留下的形象一定是不一样的。人际关系大师斯蒂芬·杰姆提出微笑原则，每天早上上班对每一个同事微笑，1年后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的微笑所传递之人又会把对你的好印象扩散出去，并在行为上反馈给你，例如在与你共事时更加积极，对你的工作更加包容等等。这些反馈会促使你更喜欢微笑待人。人脉复利的最终回报是，你将会在人群中拥有自己的形象，以至于每当有人提起你，立刻会有人附和说，他可真不错呀。8. 复利效应的临界点。道德经里面说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。从复利思维来看，人生很多难题其实都不难。为什么很多人依然熬不过去？因为他们没有熬过那个临界点。复利效应中有一个临界点，一旦事情迈过这个临界点，就会飞速向前发展。前面的例子中，池塘中的浮萍每天增加1倍，从0到覆盖一半花了9天，而从覆盖一半到覆盖全部池塘仅仅只花了1天。这就是临界点。巴菲特的财富积累可以看出来，从0增长到100万美元很难，也许需要几十年时间，但过了100万美元这个临界点，从100万美元增长到200万美元、500万美元就变得容易很多。马云有一句话可以很形象地描述复利思维的临界点：今天很痛苦，明天很痛苦，后天很美好。但绝大部分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。你也许可以坚持1天2天，1年2年，每天看书；你也许可以坚持1天2天，1年2年，每天锻炼，但看不到效果，也许你就放弃了。没什么用。其实不是看书锻炼没什么用，是还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。很多人都知道复利思维，临界点在存在区分这个世界的平庸者和伟大者。9. 复利效应的破坏效果惊人。以上讲的是复利效应的正面效果，一旦人生进入负循环，复利效应的破坏效果一样可怕。每一次雪崩都是每一朵雪花施加的重量。一个事物一朝崩溃，一定是此前无数次的重复错误行为。每天坚持锻炼半小时，你健康指数在数十年后比同龄人会优秀很多很多。那么如果每天都熬夜半小时呢？也许几年之后就不在人世间了。假设一个人的水平是1，
如果每天毫无进步，那么1年后这个人的水平还是1。如果每天进步1%，例如每天看书、锻炼等等，1年后这个人的水平是1加100分号，365等于37.38。反过来，如果这个人每天退步1%，例如坚持玩手机、刷微博，每天熬夜半小时，身体透支1%，1年后这个人的水平是1减1%，365等于0.025。37.38和0.025差距一目了然。当然，这只是纯理论和数字的推导，但这些推导依然有意义。他们会警告每一个人，即使你每天只错那么一点点，1年或者10年之后，你的人生轨迹也许再也无法改变，你会彻底沦丧。所以每天努力一点点，用投资大师芒格的话来说，确保你每天睡觉之前都比你醒来时聪明一点点。剩下的交给时间，你的人生会进入正循环轨道。10. 复利思维背后是复利品质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及时满足的文化所包围。社交媒体上的点赞、短视频的爆红、股市的瞬间暴涨，都在不断强化一种观念：成功应该是迅速而显著的。这种心态导致很多人对回报率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，他们期望今天的努力能在明天就结出硕果。在财富投资领域，这种心态尤为明显。许多人甚至对年回报率5%或10%都不以为然，总是渴望能获得更高、更快的回报。这种对高回报的追求，往往导致人们采取冒险的行为。有些人不惜借贷，挪用应急基金，甚至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投资，只为追求所谓的高回报。然而，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一旦出现不利变动，这些冒险者可能面临倾家荡产的局面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因为投资失败而负债累累、家庭破裂的悲惨故事，这些都是对高风险投资的警示。相比之下，真正的智者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。他们追求的是稳健增长，更看重长期性的时间，而不是短期的高回报率。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复利思维，它强调的是持续稳定的增长，而不是短期的暴利。那些能够真正运用复利思维来规划人生的人，往往具备一些看似简单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难以坚持的品质。首先，坚持是复利思维的核心要素。很多成功案例都表明，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坚持了很长时间之后。例如，胡伟伟在成为摩拜单车的创始人之前，曾经做了10年的汽车记者。又如，网红 Poppy 酱在爆红之前，已经在网上发布了数千条视频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长期坚持的结果。因此，复利思维要求我们具备耐心和毅力，即使在看不到明显成效的时候，也要坚持下去。只要方向正确，就不必过分焦虑，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积累和成长。其次，复利思维强调不要透支自己。很多人为了短期利益，不惜牺牲健康、人际关系，甚至道德底线。比如，有些人长期熬夜加班以换取更高的薪水，却忽视了健康的重要性。还有人为了一时利益而背叛朋友，殊不知这样做会严重损害自己的人脉资源和社会信任。复利思维告诉我们，不要透支任何重要的资源，无论是健康、人脉、财富还是智力。每天稍微透支一点，看似无关紧要，但10年后累积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让你付出巨大代价。第三，明确的目标感对于实践复利思维至关重要。以财经作家吴晓波为例，他为自己设定了清晰的目标，每年出版1本书，每年购买1套房产。即使在大多数人看衰房地产市场的时候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，认为靠近城市中心的土地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升值。这种强烈的目标感使他能够在一个方向上持续努力。
目标感不仅决定了你能否在一个方向上长期坚持，还能帮助你在做决策时保持清醒。我们要认识到，改变方向是有成本的，尤其是当你已经在一个方向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。就像挖井的人已经挖了100米却没有见水，此时如果放弃重新选址，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。因此，目标感越强烈，复利思维对你人生的影响就越大。第四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勤奋的意义。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勤奋使人进步，劳动光荣，这使得很多人对勤奋产生了一种近乎迷信的依赖。然而，正如小米创始人雷军所说，很多人用勤奋在麻痹自己，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自己在战略上的懒惰，盲目地相信勤奋的力量，可能会让我们忽视更重要的问题：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？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本质是什么？我们是否只是借勤奋之名给自己营造一种充实感？财经作家欧胜的观点值得深思：别盲目相信勤奋的力量，熬夜加班和你躺在床上睡大觉，很多时候没有多大区别。这并不是在否定勤奋的价值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的勤奋，而是拒绝无意义的忙碌，给自己的生活留下自由和放松的空间。只有生活质量的提高，生活乐趣的增加，才能真正增加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动力。复利思维强调的是一种平衡的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它要求我们不仅关注工作和学习，还要重视生活质量的提升。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生才能走得长远，才能真正实现复利增长。作家马里奥·普佐说，伟大的人不是生下来就伟大，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其伟大。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阅读、锻炼、精心打扮或每天认识新朋友的人，他们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伟大，都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小事。但正是因为他们的长期坚持，时间赋予了这些行为特殊的意义，使他们成为了伟大的成就。因此，当我们付出努力时，不应过分关注短期的回报率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思考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否能够坚持一辈子。这个问题才是复利思维的核心。只有那些我们能够持之以恒、乐在其中的事情，才能真正带来长期的、复利式的成长。总的来说，复利思维要求我们放弃对及时满足的追求，转而关注长期稳定的成长。它需要我们具备坚持的毅力，不轻易透支自己的资源，保持明确的目标感，同时也要学会适度放松，追求平衡的生活。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显著的效果，但长期来看，它能带来持续稳定的成长，最终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